你有没有发现，身边有些人总是很安静、很温和，几乎不和别人争吵，还常常为别人着想，可忽然有一天，他们却陷入深深的抑郁，自己都说不清，明明没生气，为什么心里却那么沉重？其实有一种愤怒，不是爆发，而是隐藏，它没有冲出来，而是被硬生生地压在心里，可它并不会真的消失，而是悄悄转化成了抑郁。今天我想跟你聊聊，压抑的愤怒是怎么一点点把人推向抑郁的，以及我们又能怎么安全地释放它，不让它成为吞噬灵魂的黑洞。很多人从小就被教育不要生气，有涵养的人不发脾气，于是他们学会了压抑情绪，受了委屈，第一反应不是说出来，而是压下去。被人冒犯，表面笑笑，心却在滴血。久而久之，甚至不敢承认我其实很愤怒。愤怒就像一团火，火被盖住，不会立刻烧起来，但会化成烟。这些烟会悄悄充满整个房子，直到让你窒息。心理学家发现，长期压抑愤怒的人，抑郁的风险会明显升高，因为当愤怒没有出口时，它就会转回来攻击你自己。从心理学角度看，愤怒其实是一种攻击性能量，它提醒你有人越界了，事情不公平。但当你把这种能量硬生生地压下去，它就变成了一种静悄悄的自我攻击。举个例子，别人忽视你，你心里明明很生气，却对自己说，大概是我不够好，怨不得没人重视我。别人伤害你，你不敢表达不满，只能在心里反复自责，是不是我太敏感，太差劲儿？你想说不，想拒绝，却没有勇气，转而懊恼自己，为什么我总是这么没用？当愤怒没有出口，它就会内卷，慢慢把你推向自责、无力和绝望。所以很多抑郁的人会说，我很难过，很空虚，觉得自己毫无价值。但你再仔细听听，他们心里常常藏着另一句话，我很愤怒，但我不敢说。很多压抑愤怒的人会把愤怒藏起来，心理学上这叫做伪装情绪。常见的有4种。第一种，过度体贴，明明心里有不满，却用一次次付出来掩盖，结果别人越来越理所当然，而你却越来越委屈。第二种，慢性疲惫，总是觉得很累，什么都不想做，其实那是因为你的能量都消耗在了不断压抑愤怒上。第三种，无声的冷淡，嘴上说没事儿，但心里悄悄拉开了距离，不是不在意，而是害怕一旦在意就忍不住爆发。第4种，自我贬低，不敢承认别人对我不好，反而怪自己，一定是我太差。这就是典型的把愤怒完全转向了自己。所以压抑的愤怒往往不是火山轰然爆发，而更像是一座冰山，表面冷冷的，底下却翻滚着汹涌的情绪。很多人不是不会生气，而是不敢生气。有人害怕冲突，觉得一旦表达愤怒就可能失去一段关系。有人害怕被评价，怕别人说自己小气不懂事儿。还有人害怕伤害，因为童年见过父母的暴怒，于是把愤怒和破坏画上了等号。久而久之，我们学会了和愤怒保持距离，甚至干脆不允许自己去感受它。可心理学告诉我们，愤怒其实是一种保护性的情绪，它会提醒你有人越界了，这件事儿不公平，它会保守你的边界、价值和尊严。而当你压抑愤怒，就等于把自我保护系统关掉了，结果你失去的不只是情绪的出口，还有对自己价值的肯定。压抑愤怒的后果
不仅在心理层面，也在生理层面反映出来。先说心理上的，会出现抑郁、焦虑、空虚感越来越重，自尊心下降，总觉得自己没有价值，人际关系恶化，因为你嘴上说没事儿，其实心里早就拉开了距离。再看身体上的，长期压抑愤怒的人会更容易患上高血压、心脏病，而且肠胃问题、失眠、慢性疼痛也常常和压抑情绪密切相关。一句话，愤怒不会凭空消失，它只会换一种方式让你付出代价。既然愤怒压抑不得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关键是要学会健康的表达和释放。这里有几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是允许自己感受，不要急着压下去，先停下来，问问自己，我现在是不是在生气？光是承认这一点，已经是释放的第一步。第二个方法，用语言标记。心理学里有一个技巧叫情绪标记，比如对自己说，我觉得受伤，所以我生气。把情绪说出来，就能帮大脑把原始的冲动转化成能理解的语言。第三个方法，找到安全的出口，别让愤怒堵在心里，可以试试这些方法。写日记，把气写下来；运动，把能量排出去；找合适的时机和对方沟通，解决问题的同时加深理解。第四个方法，设立边界，学会说不，敢于划出界限，你就不必再把愤怒压回心里。第五个方法，寻求专业帮助。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长期陷在抑郁里，不要一个人硬撑，寻求心理咨询和治疗，把那些你以为不能说的愤怒得到正确的聆听和引导。很多人以为抑郁是因为太脆弱，但事实往往恰恰相反，抑郁常常来自你太坚强，太努力压住那些本该释放的情绪。你不是不够强大，而是把强大用错了地方。真正的力量不是从不生气，而是敢于承认我受伤了，我很愤怒，然后用健康的方式把它释放出来。如果你正在经历那种把愤怒压下去，最后变成抑郁的痛苦，请一定记得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只是太习惯压抑，太努力懂事儿。可人需要空气，情绪也是一样。给你的愤怒留一点空间，它不会毁掉你，反而会帮你守护自己。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愤怒本身，而是被压抑的愤怒。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或感受，欢迎在评论区写下来，让我们在这里彼此理解，互相扶持。我们下次见。